太好了，阿平的新桌子终于建好了。一个懷着孕的女人，僅憑一把柴刀和幾根竹子，就徒手打造了這張純手工的桌子。不得不佩服阿平，真是個荒野生存女強人。自從被無情的前夫趕出家門後，從一無所有到搭建新房，再到添置這些新家具，阿平全程沒有用到一分錢，沒有用到一顆螺絲，完全憑借着自己的雙手和智慧，硬生生的在這個荒野裡打造出了一個溫暖的小家。天剛蒙蒙亮，阿平簡單的打掃一下屋子，頂着大太陽，扛着柴刀就出發了。不一會兒，阿平就來到了一片竹林，他要給這個新房一點一點的添磚添瓦。昨天憑借自己的努力建好了一個溫暖的床，今天閒下來後又想着編織一個竹桌子。剛到竹林，阿平就馬不停蹄開始忙了。這些竹子長勢很好，用來搭建桌子再好不過了。阿平雙手握緊柴刀，不斷地向着竹子砍去。一個挺着孕肚的柔弱姑娘砍起竹子，竟比男人還厲害。砍竹子的聲音在這個寂靜的山林很是響亮。不大一會兒，一棵竹子就應聲倒地了。砍完一根後，阿平連汗都顧不上擦，又盯上旁邊的竹子繼續砍伐。自從被無情的丈夫趕出家門後，阿平現在已經變得很堅強，很獨立。碰到前夫這樣的爛人是阿平之前的不幸，但往後的生活是阿平自己的，他的生活肯定也會越來越好。處理好了幾根竹子以後，阿平便準備回去了。沒有運輸工具，就這樣扛在身上往住所拉去。阿平往返山林好幾趟，才把竹子運回住所。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阿平是怎麼憑借着自己的智慧制作好這個新桌子的。拿着這根竹子，左比右量，確定位置後，阿平拿着鋸子就開始行動了。自從被渣男老公掃地出門，他就像上了發條的機器。白天砍竹子搭房子，晚上盤算着怎麼把日子過好，也不知道那個整日酗酒的前夫啥時候能明白自己錯過了個多牛的媳婦。不大一會兒，阿平已經把這些竹子處理好了。先從桌子的下面開始操作，把桌子的4個腿兒都砍出一些凹槽，然後利用竹片和這些桌子腿進行固定。很快，桌子的基本構架已經完成，桌子中間還穿插一根竹片加固，這樣桌子就能穩穩地站在地面了。接着他開始編織桌面，像往常編織牆壁那樣，把竹片整齊地編織在一起。不到半小時，2張平整的竹面就大功告成了。最後把桌面往框架上一卡，一張純手工竹桌就完成了。阿平的這個手藝真是了不起。忙完後，阿平才想起還沒有吃飯。整理好屋子之後，來到了一家商店。阿平現在也不敢過多的浪費自己攢下的錢，他只買下了1小袋麥片，回去也足夠當自己的晚餐了。阿平要自己一點一點的攢錢，為即將出生的孩子做準備了。回到自己的房子後，沒有選擇休息，馬不停蹄的就開始做飯了。他忙了一天，現在餓壞了。生好火之後，把鍋放到了火堆上，開始煮水。趁着燒水的時間，把今天買的營養麥片倒入碗中。很快，鍋中的水也已經燒開了。把開水倒入碗中，頓時麥片的香味就飄滿了小屋。他捧着碗，喝得心裡很滿足。最後連碗底也不浪費，喝得乾乾淨淨。阿平從最開始的一無所有，到現在新房的漸漸成型，每一步都讓人又心疼又佩服。他用一雙巧手，一副堅韌的肩膀，在這荒野裡硬生生撐起了一個家。肚裡的小寶寶有這樣的媽媽為他守護，也是很幸運。那麼接下來，阿平還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呢？他的新房還會添上哪些豪華裝備呢？還有他那個可惡的前夫會不會再來搗亂呢？我們下期再見，一起為阿平加油打氣。